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们现在要买一辆二手车啦，可能你考虑的范围在一个2、3万块，然后你不懂要买什么车，你觉得 MyV 太多人驾了，而且 MyV 没有一个后箱，这样如果你要sedan车款的话呢，哇，我觉得这辆 Persona 可以考虑一下。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 Persona。这台呢是一个2017年的 Persona， 算一下都6年了啦。6年的 Persona 还可以不可以买呢？加起来是什么样的？走 highway 是怎么样的呢？今天这集影片看完过后啊，你就有一点概念了啦。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带你们来到 Ayer Hitam 这边啊，其实是我们要来吃早餐啊。我跟我的摄影师呢，现在是 on the way 要去 KL Putrajaya 那边，我们要去改装我的摄影师的车。然后他的这辆车呢，我真的看不下去啊。它是一辆2017年的 Persona， 第2代的 Persona， 其实也可以讲是第3代的 Persona。如果你们有研究我们国产车的话，尤其是 Proton 啊，可能你会知道 Vera 户口版本啊，也是叫 Persona， 然后过后就有一个监督拉长版，也叫 Persona 嘛，所以那个应该是第2代 Persona 才对，这个是第3代。其实今天我们是要去 Dacia 的这个70迈的官方 installation shop，OK， 要去安装行车记录器。来这个位于 Ayer Hitam 的东泉包店啊，它是专门卖手工包的啦。吃了我们就继续上路往 KL 的方向去。那这辆 Persona 呢是一个 full spec 版本的 Persona。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拿这辆车去安装行车记录器啊，而不是装我的车呢？因为我的车已经全部都安装70迈的行车记录器了，所以呢这辆车给它安装一个好的行车记录器也是比较放心、比较安心啦。所以今天我要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在它车上呢，是有24小时监控的，而且还可以支持 4G 的远程监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摄影师的前面 bumper 呢，这个位置啊，发生什么事情来讲一下？给摩托撞，给摩托撞啊，摩托跑来撞你，对不对？所以是他的错，对不对？他跑掉，他跑掉了，他撞了你，还跑掉了。你看，就是这种鸡蛋糕，摩托啊撞了这个摄影师的车，然后跑掉。这个地方如果要自己做的话，也是要好几百块嘞，bumper要喷漆嘞。好像最近那个 Auto 123的 Jayden 这样子，也是遇到这种干他赛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行车记录器，发生碰撞，然后是人家的错的话，你 argue 不到。你有拍摄下来，你有一个超高清的4K HDR 行车记录器的话，就算被撞到啊，你可以拍到他的车牌，你可以去 report 他，你可以去删慢他，给他够力。所以行车记录器真的非常重要。那今天要安装什么行车记录器呢？相信刚才你们应该听到一点线索了啦。4K HDR 又可以支持 4G 无线远程监控，然后又是一个70迈的新产品，没有错，就是70迈的 A810啦。好。现在我们就上车，边开车边讲解这辆 Persona， 顺便把这辆车开去安装行车记录器啦。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是 on the way 开这辆 Persona 上 KL。这样我们来问一下真实的车主，平时你用下来，你觉得什么地方不满意 ？Engine 比较大声哦，真的是很大声的。好像我们现在加120啊，RPM 是3400、3300这样。哇，那个 engine 是很大声。但是其他我都觉得 OK 啦，坐起来也舒服啊，真的不错。它这辆是一个 Premium 版本的皮革的椅子，然后整个椅子的支撑我觉得很好，大腿支撑 good， 它的椅垫够长，然后整个坐姿啊也是觉得很不错。再来就是 Proton 啊，引以为傲的 Ride and Handling。这辆车虽然旧，可是有一个东西是不管它怎样旧啊，都不会改变的，就是它的操控性。这辆车的操控性真的 good， 比起很多同 segment 的车啦，在走 highway 的时候来得更加有安全感。虽然它还是用了原装的 rim，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尺寸轮胎的宽度增加的话，加起来我觉得相信整个感觉会更好，安全感也会更加加强啊。哦，还有就是刚才如果这辆车停住怠速的时候，这个 steering wheel 是抖到啊，好像那个 PlayStation 的遥控这样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Proton 的 engine 锚定啊，好像每一辆都是这样的，一个3、5年过后啊就完蛋了。这个我觉得有机会要跟它换掉一下，有没有干爹啊？要 sponsor 这个我的摄影师整套这个 engine 锚定啊、bushing 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联络我了。这辆车呢也是我们频道接下来会慢慢来搞的一辆小 project car。就是会把它搞好来了，可能会换一下颜色啊，做一下 wrapping 啊，装一下
一个非常好料的70迈行车记录器啊，这种 engine mounting 啊、黑油啊，这种全部东西都会给它换掉了。因为以后我们时常会用这辆车出门拍摄，当然也不希望这辆车会在半路坏掉了。OK， 那我们现在就往 KL Dasher 的这个 installation store 前进。等下去到那边，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专业团队是怎样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的啦。Let's go。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什么鬼开场 ？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 Putrajaya 这一边了啦。身后就是 Dasher 他们的这个 installation center 啊。然后当然啦，里面可以看到展示柜上面有很多70迈的产品，除了70迈以外，还有其他好像 Dreamy 的产品啊等等的，都可以在里面看得到。那今天来到这边呢，就是要安装我们的摄影师阿 Jeff 哥哥的 Mercedes A 啊，不是 ，sorry， 是 Proton Persona 在后面第2辆啊。刚刚已经 parking 进去了。如果你们要找这个地方啊，其实非常简单，你们在旁边 highway 这样过来，就可以看到这整个建筑物非常明显哦。然后它就在这个建筑物的中间这边罢了。来，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OK，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呢，就是阿 Jeff 哥哥的 Persona。等一下呢，他就要来一个小小的小改造，就是本来没有安全感，没有行车记录器，现在我们要跟他安装70迈的 A810。那70迈的 A810呢，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啦。它的盒子呢，就是长这个样子，非常的漂亮哦。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大大个的 4K HDR， 证明呢它的这个镜头啊。是一个非常高清的镜头，而且呢，这一次它用的是 Sony Starvis2 IMX678的感光元件哦，所以拍出来的画面呢，是比起之前的任何产品，还有它的竞争对手来的更加高清、更加强大。然后这个70迈的 A810呢，之前我已经有详细介绍过了，如果你们错过那部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这边啊，这个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哦。这个影片呢，里面就有详细的跟大家讲解 A810的所有各种配置还有它的优点啊，然后来到这个 Dasher 的据点哦，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哇，老魏真的很够力嘞！从比较入门的 M300啦，到 A400， 然后这个也是 A400、M500， 哇，还有这个 Omni 啊，也是最近有在我的频道出现过的，好像 Pokemon Ball 这样子的 A500S 啦、A800 啦，到我手上这一台最新的 A810哦，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环境呢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明亮，看到吗？这个灯啊，做到好像洗车店这样，好像那种做 coding 的地方啊，可是不是做 coding 的啊，这里是做专门让你们来安装行车记录器。很多人之前就有问过我，如果在 Dasher 的官方 Shopee、官方 Lazada 或者官网上面买了这个行车记录器，要去哪里安装？其实现在有另外一个 solution 哦，就是你们可以直接到这边来购买，直接到这边来安装。所以安装工作全部交由他们处理，他们每天都在安装，所以安装的这个过程啊是非常的专业啊，你们大家可以放心。里面还有一个休息区啊，而且跟你们讲，这个休息区非常good job啊。里面有一个临时推车，上面有很多好料可以吃。如果你们的车在这边做安装的时候没有事情做，你可以坐在里面办公啦，吃它的零食啦，甚至拿它的 Maggi 面来吃都没有问题啊。OK，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Persona 的安装过程啦 ，Let's go。OK， 3两下子，他们的专业工作人员呢，就已经把整台车安装好这个70迈的 A810了。不只是安装70迈的 A810哦，他们还有走那个 wiring， 安装它的4G hardware kit。这个 hardware kit 呢，安装上去过后啊，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用你的手机70迈的软件来监控你的车。OK， 好像讲今天你把你的车借给你的朋友了，然后你又刚好出国了，可是你想知道你的车现在在哪里？你的车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用这个软件直接实时监控你的车哦，所以好像看 live 这样，非常的简单。再来就是安装好过后呢，这个70迈的 A810呢，它是具备了前方的4K HDR 高清拍摄镜头，然后在后方的车镜上面呢，是安装了一颗 HDR 全高清镜头。这一颗镜头拍摄出来的画面啊，
不管在白天还是晚上，前后拍摄出来的镜头都是非常高清，尤其是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一般上的那种普通行车记录器，一般上只可以拍到30 frame per second。30 frame per second 啊，就是讲的画面会一卡一卡这样子。这一台70迈的 A810呢，它可以拍摄60 frame per second， 所以它的画面是很流畅的，那个车牌不会糊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出来是非常高清、非常清晰，不管是白天、夜晚都是很够力好料的画质。然后现在已经安装好这个70迈的 A810了，我们也要跟这一间 Dacia 的 Installation Center say goodbye 了。在影片结束之前，如果你们对这个70迈的 A810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想要查看价钱，只需要点击那个 link 就可以查看这个70迈 A810还有它的 hardware kit 的价钱了啦。如果你们担心自己没有那个动手能力 ，DIY 能力比较差的话，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到这一边来，我也会把这一边这个 Installation Center 的地址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啦。OK， 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接下来这一辆 Persona 呢，我们还会做更多东西啦。那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们为这辆 Persona 做什么样的 upgrade， 什么样的升级，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好，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